给你1万块钱，您是买和田玉还是翡翠呢？可不能什么都不买哟。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和田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世界上所有的石头只分为3大类：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早在46亿年前，地球就是一个滚滚岩浆覆盖的球体。随着数亿年的演变，岩浆逐步冷却成地壳，岩浆变为岩石，这就是岩浆岩。岩浆岩碎而成沙成土，随着地球的自转和分化，逐步形成了沉积岩，就像这样一层一层的。而和田玉是第3种，变质岩。变质岩是由岩浆岩或沉积岩在火山喷发等高压高温的环境下，化学成分以及结构发生变化而形成的。早在7至8亿年前，新疆南部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海底存在一种沉积岩层叫白云石大理岩，这就是和田玉最初的原型。在数亿年前，这片大海的下面涌现出了大量岩浆，这些岩浆悄然地渗透到了白岩石大理岩中，温度到达了一定条件下，岩石的结构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和田玉就此诞生。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此时的和田玉还深埋地下，人们是无法发现的。距今约1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爆发，随着地壳的不断抬升，和田玉终于有了和人类相遇的机会。这个形成的过程条件是非常苛刻的，而且也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在数十亿年的变化中，地球上形成了多种变质岩，但是这么多种类的变质岩，其成分、结构、硬度、样貌都是不同的。玉石是自古以来都备受人们青睐的，在全国有20几个产玉地。昆仑山所产的和田玉，无论是从玉质硬度、洁白度、细腻性、油脂光泽度，都是最优秀的。您喜欢和田玉吗？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样子？唐僧取经并非是神话杜撰，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但事实的真相却和我们看到的大相径庭。真实的唐僧并非一个唯唯诺诺、优柔寡断的人，而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真英雄。但他并非是玉帝哥哥，他取经也并没有唐王李世民为他送行，反而是乘着饥荒偷渡去的。这是为什么呢？唐僧原名陈毅，法号玄奘。他4岁丧母，10岁丧父，13岁跟随自己的二哥出家为僧。他悟性极高，且聪明伶俐，很快便远近闻名。青年时期便有了佛门千里驹的称号，受到唐王李世民的器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玄奘发现很多僧人所讲和经文内容不一致，而且有一些经书之间还相互矛盾，很多内容都被曲解了。到底哪些才是正确的呢？此事他为了追求真经，产生了去万里之外的天竺学习深造的想法，但这却遭到了李世民的反对。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西行的路途遥远，雪山、沙漠、迥异的气候，又要离开大唐的领土，可谓九死一生；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那是正是李世民准备对东突厥用兵之年，边关官兵，玄奘法师若是被敌方捉拿，极可能成为人质。而且玄奘本人又曾游遍大唐讲经说法，简直是一部行走的大唐百科全书。但玄奘去意已决，公元629年，他趁着天下饥荒，偷偷摸摸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出发，一路西行，通过玉门关进入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再穿越中亚、南亚各国，最终抵达目的地。看到这条路线，我相信大家不禁要问一句：师傅，你为什么要绕路呢？关注我，下一期我们详细讲讲古西域的楼兰到底做了什么，才遭到那么多人痛恨。王昌龄的千古名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也写过“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好像提到西域必有楼兰。楼兰到底在哪里？它真的是像玛雅文明一样一夜间消失的吗？它有怎么样的故事？关注我，我给你详细讲一讲。楼兰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小国，早在汉文帝时期，楼兰被匈
东某控制，《史记·匈奴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楼兰古国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岸，是去往西域的交通要塞，必经之路。因此这里贸易发达，国家富庶。但是大汉和匈奴的战争，楼兰正处于双方交战的核心区域，乃是兵家必争之地。楼兰又是一个墙头草，在匈奴和大汉之间反复倒戈，最终在公元前77年，汉朝大将霍光，这个霍光大家熟不熟？他哥哥你肯定认识，是大名鼎鼎的霍去病。霍光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楼兰自此灭国，更名为鄯善，王都南迁后，经历了大汉的灭亡，三国鼎立。曹魏时期还在楼兰设置了西域长史，直至西晋前凉后期，西域长史机构撤出楼兰，楼兰城最终被废弃。古楼兰的消失，明确记载是在公元400年，高僧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写道：“此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之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楼兰彻底没了。注意了，这个时候可还没有到唐朝呢，但大家熟知的斩楼兰、破楼兰可都是唐诗，因此可以断定诗人只是借助楼兰抒发自己的情感。楼兰多少有点惨，都没了还被写进诗里出气。我渴了，买水去。我要喝奶。喝奶？这就有。哦，这新疆路边就有卖奶的。你要喝多少？我来10块钱的呗。啥？10块钱？对啊，一杯奶茶不得10块钱吗？那你喝得了吗？没问题，来吧。你必须喝完哦。再借来10块钱的。这真的是纯天然的奶啊！一勺。还有吗？有，还有呢。10块钱的啊，姐。3勺。4勺。喝吧。这是10块钱的。这是多少啊？10块钱5斤，都得喝完。是谁把西域改成了新疆？而新疆为什么叫新疆？其实早在汉朝时期，北方的匈奴连连进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联合西域一起抗击匈奴。最终张骞不辱使命，匈奴败退，西域也至此归顺了汉朝，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后经朝代变迁，西域得而复失，直至乾隆年间，又再一次收复了失去1000年之久的西域。乾隆大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寓意着故土新归。这个疆字又有什么含义呢？疆字的拱字旁代表的是我们新疆延绵5600公里的边界线，梯土旁代表这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疆字后半部分的3横代表的是新疆的3个山脉，分别是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2田代表夹在中间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这2个盆地自然就衍生出了2个沙漠，库尔班古特沙漠和塔克马干沙漠。没想到疆字还有这么深刻的含义吧？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哎，咱爸爱吃什么水果？西瓜。那咱回家不能空手回去啊，买点西瓜呗。那买个10块钱的吧。10块钱的闹呢？你回趟家拿10块钱的西瓜，最低15。拿得动吗？不用那么多。15块钱西瓜我拿不动吗？就买15的，走。你确定？我确定。大哥，给他选15块钱的西瓜。5块钱一个，随便挑。5块钱一个，挑吧。这么大的西瓜5块钱一个。来，撞到。哦。5块一个，5块。这一个得多少斤啊？13公斤。一个5块，一个5块。报个大来。不用太大啊，差不多就行。这大哥还给我报个大的。你能行吗？必须行。来吧。来一个5块，一个5块。来，这些都是你的。拿吧。我就特别轻松，这拿15块钱的。走走啊！啊，我看看窗帘。走，看看窗帘。走。哎呀，不行，太重了。啊，看看小汽车。走。哎呦我去，这西瓜太大了。
谁扔的水瓶子，真是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哎，走。哎呦我去！哎呀妈，这西瓜这么大啊！哎，感觉咋样？还行，买20的好了。可可托海它不是海，它倒是有一条阿尔济斯河，我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那它为什么叫可可托海？您可不要觉得它在骗人哦。可可托海是蒙语的音译，可可是蓝色的意思，托海是弯曲的意思，加在一起是蓝色河湾的意思。在哈萨克语中翻译过来是绿色丛林的意思。这两个翻译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可可托海的美。这里拥有国家5A 级景区，有白桦林、宝石沟、中山秀谷等等。但来这里，美丽的风景是其次，你还要知道，这里是一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地方。可可托海矿产丰富，世界上已知有用的141种矿物，可可托海3号矿坑就拥有86种，稀有金属占矿山储量的90%以上。就是这些稀有金属，在共和国初期帮助我们偿还了巨额外债。同时，我国两弹一星、航空航天一些核心的材料和燃料也出自这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英雄矿。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新疆人的家里都这样，会摆满满一桌的好吃的。这个叫桑子啊，这个叫 K 和夹，还有很多的干果。不过我还是喜欢吃这个西梅干。新疆的西梅干肉厚糊小，而且非常的甜。西梅干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和山梨糖醇，年轻人、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最近过节了，给大家2包10几块钱包邮，给大家选的都是又大又好、高品质的。带回去尝一尝吧。新疆人跳舞戴着帽子，为什么怎么甩都不掉？有什么秘诀吗？另外，新疆4级紫外线都那么强，天天戴着帽子，会不会很闷头发？你们不知道，新疆人从小就要练杂技，就是头顶帽子不能掉，还有顶帽子比赛呢。开个玩笑，其实我们跳舞的时候，如果动作幅度比较大，都会用卡子把帽子固定在辫子上。新疆紫外线强，戴着帽子反而能保护头皮不被晒伤，但反过来也会引起一些头皮问题，就是帽子太闷，非常容易让头发变油，慢慢就会堆积头屑。再加上我最近参加综艺节目，每天早出晚归，化妆的时候还会喷很多的发胶，外加小花帽一舞，一拍就是1天，完美的让头皮火上浇油。新疆好几个姐妹推荐曼秀雷敦潇洒洗发水，在新疆高紫外线的地方，一日头皮暴晒，全都是拿它维稳头发。我忍不住也用了一下，没想到去屑控油效果还真不错。我平时研究产品习惯了，就喜欢看配料表。这洗发水里面有一个成分叫二硫化硒，占比1%，这个就是专门控制油分泌，达到去屑用的，而且温和不刺激，不像其他去屑洗发水只能1周用2次，这个每天用也不会给头皮造成负担。我的头发本身就很干，平时容易毛躁打结，这里面的蜂蜜成分能有效的滋润发丝。用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曼秀雷敦潇洒已经有70多年的去屑史，去屑真的很专业，头屑反复，容易出油、发毛、干燥的，推荐试试。小谷，昨天刀郎老师那首《最美还是我们新疆》那几句到底说的啥？ Berski hey, Berski hey 是这句吗？对啊，就是1、2 嘿，1、2嘿的意思。那你们数数到底咋数？我们也是1、2、3、4、5、6、7、8呀。我说维语怎么说？你教教大家。1是啥 Ber， ？ben。2是啥 ski， ？ski。3是啥 ish， ？ish。4是啥 tut， ？tut。 tut， tut。对。 5是啥 bash， ？bash。对。6是啥？袄带，袄带。对。袄带。袄带。7是啥？也带，也带。对。8是啥 sakis， ？sakis。9是啥 tokos， ？ko。tokos。算了。中国面积最大的县在哪里？你知道吗？这里比河北省的面积还要大，相当于2个江苏、12个北京、32个上海。放眼全世界，它的面积能超过世界上60%的国家。这里不光是面积大，还特别神秘。举世闻名的楼兰古国和罗布泊也位于这里。这个县就是新疆的若羌县。若羌县位于新疆东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面积达20.23万平方公里，但总人口却不足8万人。
每平方公里人口的密度仅有 0.3， 是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中国最大的镇在这里，罗布泊镇 5.2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北京的面积。中国4大无人区，若羌县就占了2个，分别是阿尔金山无人区和罗布泊无人区。这里还有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库木库利沙漠，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世界上出土干尸最多的墓葬小河墓葬。我国的国之大气，第一颗原子弹就在这里试爆成功，标志着我国从此拥有了与其他大国相匹配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怎样，想不想来这里转转？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中国古代3大工程，你知道都是什么吗？前2个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而第3个可能90%的人都没听说过。第一个，万里长城，世界8大奇迹之一，总长度 2.1 万公里，这个不知道的评论区扣1。第2个，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总长1794公里，这个不知道的评论区扣2。第3个是新疆吐鲁番的喀尔井，有1100多条，总长约50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新疆往返的距离，这个不知道的评论区扣3。这个喀尔井古城井渠，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个深井打通地下的暗渠，是地下水利工程，是古代荒漠地区非常伟大的灌溉系统，始于西汉，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没有机械和测量工具，大部分工作都在地下，能完成这么伟大的工程，是古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这喀尔井到现在还在沿用，作为当地老百姓的饮用水。在吐鲁番地面上看得到的一个个奇怪的洞，就是喀尔井的竖井，主要用来清理暗渠中的淤泥，保证河道畅通。可以说没有喀尔井就没有现在的吐鲁番，它是名副其实的生命源泉。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挖喀尔井？主要因为吐鲁番四面环山，是地处沙漠的盆地，日照时间长，地面植被覆盖较少，夏季地表温度80-90度，高山冰雪融化，地面的水会快速蒸发，根本存不住，而深入地下的部分则变成了暗流，只有通过地下暗区，利用地势高度差，才能把水引到生活区和田地。而正是因为吐鲁番独特的气候，再加上喀尔井水的灌溉，造就了葡萄理想的生长环境，糖分快速积累，成就了吐鲁番葡萄之乡的美誉。你相信爱情吗？刀郎老师有一首歌曲叫《艾利弗与塞乃姆》，我寻遍天山南北，我要找到你塞乃姆。不管是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这里寻遍天山南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是在地理空间、自然环境和人文交通3重维度上都充满了极限艰辛的真实跋涉，其难度非常之大。天山山脉横亘新疆中部，将新疆分为南疆与北疆，天山南北覆盖的区域超1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7个湖南省的面积。从北疆的阿勒泰草原到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伊犁河谷到吐鲁番盆地，不仅直线距离动辄上千公里，还隔着无数陡峭山口、戈壁荒漠和无人区。在没有现代交通的背景里，靠骑马步行穿行，一趟完整的天山南北寻踪可能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上千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驼队马帮穿越天山要7天7夜；上百年前的左宗棠台关出征，急行军靠栈道穿越天山需要3天3夜；几十年前的刀郎来到新疆天山南北采风，汽车通过独库公路也需要整整1天。但现在在基建狂魔的疯狂输出下，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顺利通车了。天山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2020年4月隧道开工建设，用14年多全部关通。它的顺利通车让南疆北疆的通行时间缩短至3个多小时。隧道开通的第一天，我就驾车体验了这伟大的壮举。我寻遍天山南北，我要找到你塞乃姆。现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有千辛万苦了。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恬静的小村庄，盖个院子，种点花，种点菜，养几只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新疆有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城市里的人来到了这里，发现了这里的宁静与美丽，然后他们包下院子，改造成了一座座漂亮的民宿。随着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更多人的桃源世界。大家给这个村子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叫荒荒村，荒荒悠悠生活的村，听着就安逸。这里位于霍城县，每年6月下旬到7、8月份，这里是最美的时间段，薰衣草会开遍每个角落，整个荒荒村沉浸在一片紫色的海洋中，非常浪漫。而且这个时间段，
这里还会举办为期1个月的音乐节，今年是定在6月18日到7月18日。不光有音乐节，这里还有星空电影篝火晚会。一场星空电影定格一个美好的回忆，一场篝火狂欢在夏日的晚风里展开。如果有一天你累了，就来荒荒村吧，平淡、宁静且治愈。抛开城市纷扰，远离都市喧嚣，闻闻清晨的花香，听听鸟叫，呼吸新鲜的空气，简单又美好。大家好，我是新疆小谷。我妈是南疆人，我妈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大姨一起来到了北疆，当时她应该是12岁。大概在40年前，我大姨带上她的家人还有我妈，坐上那种大卡车，有翻斗的那种大卡车，我妈妈坐在车斗里面，在车斗里睡，在车斗里吃。整整用3天3夜来到了北疆。后来妈妈认识了爸爸，他们相恋结婚。那个时候独库公路已经开通了，那是92年。独库公路开通了以后，北疆到南疆的时间缩短成1天，8、9个小时就能到达。而如今我也长大了，新疆的发展越来越好了。随着天山胜利隧道的打通，北疆到南疆只需要3个多小时了，1天的时间就可以北疆到南疆来一个往返。我作为第一个开着国产新能源汽车极氪001的车主，成功穿越了天山胜利隧道。我亲身见证了时间的变化和新疆交通的变化，我感觉到自豪。现在的新疆交通越来越方便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大美新疆玩一玩、吃一吃、尝一尝我们新疆的水果。大美新疆欢迎你！桑枝落花，看那是风起苏麻，谁能为我熬一缕情花？那人是你吗？大汉为了联合西域的乌孙攻打匈奴，派出解忧公主前去和亲。可乌孙和匈奴开战了，大汉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刘解忧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明解乌孙，拼死抵抗。原来此时正值汉昭帝驾崩，汉朝内部极其不稳，实在没办法出兵。继位的汉宣帝处事沉着冷静，先派出使者前去商议。公元前71年，大汉决定出兵，派出15万骑兵攻击匈奴。不过还没等他们动手，乌孙这边却意外的大获全胜。这一战后，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这标志着汉帝国自汉武帝以来联合西域夹击匈奴的夙愿实现了，也标志着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了。解忧公主20几年的奉献和坚持，最终没有白费。温归米晚年，其侄子尼米夺回政权，继位乌孙王。尼米是当年军须米和匈奴公主所生的孩子。解忧公主刚来乌孙，就是嫁给了军须米。可现在根据习俗，解忧公主也不得不嫁给尼米。尼米很敌视汉朝，也非常残暴，倒行逆施，国人共愤。解忧公主决定背水一战，解决了尼米，可最终以失败告终。解忧公主求助西域都护府郑吉救援，才保住了性命。公元前53年，乌孙内乱，尼米被杀，乌鸠图成为新乌孙王。汉宣帝决定讨伐乌孙，西域都护派解忧公主带来了冯辽前去劝降，最终乌鸠图同意和解，让位给解忧公主的儿子。在不费一兵一卒的前提下，乌孙成为西汉的属国。冯瑶因此立功，被封为大汉的正式使节，成了我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位女外交家。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已年过古稀，带着孙子孙女回到长安。2年后，解忧公主与时长辞。解忧公主终其一生稳固了大汉边界的安全，促进大汉统一西域，为大汉和西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付出和功绩不亚于任何一位和亲公主。如果有机会让我穿越，我要穿越回到1881年，然后过18年，等我成年了，就组织我们村全体老少去罗布泊东岸，把楼兰古城挖出来，想在1900年斯文赫丁来罗布泊之前，把重要的文物都要保护起来。楼兰古城的发现是斯文赫丁来我国新疆地区探险考察中发现的，他带走了大批的木简、文书、丝绸等珍贵文物。紧接着很长一段时间，一大批所谓的西方探险家、学者借着考古的名义来到我国，
趁我积贫积弱之时，抢夺我珍贵的国宝文物，尤其是一个叫斯坦因的人。1906年，他进入罗布泊以及楼兰古城，做了充分的准备，找了一帮人在楼兰古城挖了11天，挖掘出大量的文物，全部带走。他先先后后来我国4次，不光挖了楼兰，也挖掘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就是精绝古国。他的足迹遍布整个新疆，到处搜罗珍宝古物，同时还把手伸向了甘肃的敦煌莫高窟。他每次带走的文物都是几千件，打包的箱子都有几百箱，其中有大量的泥塑、壁画、木雕、钱币、铜器等等，还有很多的历史著作、重要文献。他还用极其不光彩的手段骗走了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是对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一批书籍的总称，其中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于阗文、吐蕃罗文等各种文字的古代遗书数万件。敦煌遗书价值不可估量，可如今仍然散落海外。新疆居然还分为南疆和女疆。新疆居然还分为南疆和北疆。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新疆哪里是草原，哪里是沙漠，哪里生产水果，又是哪里生产海鲜。来看地形图，新疆被天山山脉一分为2，这条线以南就是南疆，以北就是北疆，而天山这里有一个夹角，这一片就是著名的伊犁河谷。新疆最美的几个草原大部分都在这里，那拉提、康拉峻、卡基、夏塔等，夏天就来这里玩。而在这里就是尼勒克，天山脚下冰雪融化形成了河流，这就是新疆生产3文鱼的地方，叫红鳟鱼也行啊，反正不管叫啥都不建议生吃。天山南北各有一个盆地，盆里各有一大沙漠，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沿着沙漠边缘就是塔里木河，著名的罗布泊曾经就是塔里木河的下游，现在干了。沿着塔里木河两岸就是成片的胡杨林和盐碱地。新疆的南美白对虾、石斑鱼、鲍鱼等海鲜就是这里产的，秋天来这里最好了，胡杨林很美，还能吃海鲜。著名的阿克苏苹果就在这里。这里是新疆的喀什，喀什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中国最晚日落的地方，也是最具有新疆民俗特色的城市。不挑季节，啥时候来都行。新疆的西梅在这里，石榴在这里，库尔勒的梨在这里，大家喜欢的葡萄在这里，吐鲁番也是《西游记》火焰山的所在地，哈密瓜的哈密就在这里。8月份来这儿玩最好了。往北看有水怪的喀纳斯在这儿，禾木在这儿，没有海的可可托海在这里。夏天、秋天都很美，冬天滑雪也在这里。夺命的大乌苏在这里，都谁喝过？太多太多了，根本说不完。点赞关注我吧，来新疆，小谷给你做攻略。快跑！有狼追我！哪儿呢？那为什么追你？我偷了他的毛。你偷了狼毛？狼毛。在新疆旅游，你会不会遇到狼呢？大部分情况下是遇不到的，但新疆有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狼。走，我们去看看。看，这个山上全都是狼。这边还有一个黑狼。你们敢想吗？养这些狼的居然是一个女人。看，吴杰正在薅羊毛，不是羊毛，狼毛。薅羊毛敢信啊？我这是纯纯的狼哎！吴姐，这个所有人都能薅吗？你下锅可以。我可以进去薅是吧？是的，是的，你绝对可以。他薅我，我薅他。吴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在野外遇到一个狼，应该怎么办？野外遇到狼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你不要害怕。你是2条腿，他是4条腿，你绝对跑不过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手上有铁器，旁边有铁器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弄出来一些响声。再要是实在没招了，把衣服一脱下来，掏过头顶，发出最难听的叫声就可以。这是唯一自救的，而且你和他不要对视，你不要和他对视。但凡他要是走开一点点，你赶紧找个机会溜。但是你不要直接这样看的好好掉头我这样一跑不行啊。你是要面对着他，这样子盯着他，这样慢慢的退，离开他。这是在野外遇到狼的时候，你先是要自己冷静下来，再去对付他。学会了，大家知道了吧？作为一个新疆人，我苦练了10年，练成了如今的普通话。没想到最后你们说喜欢听能言文，我也不会呀，勉强跟你们说一个吧。我支持你，你的后面我在呢，你很有文采呀，你的肚子里墨水有的呢，你不要再缠着我。朋友，你不要像泡泡糖一样在我后面站着呢，我要掐死你。我现在一点点空气不给你，一点点空气不给你。不知道哪个工程队能接这个项目，评论区联系我。
今天我们来搞一个大项目，如何把中国最大的沙漠变成绿洲？这里是骆驼见了都要流泪的地方，被誉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广东。如果这里变绿洲了，就能有效地解决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我有2个不成熟的小想法，不知道哪位专家老师可以帮我看看。青藏高原被称为亚洲水塔，是世界第2大冰川聚集地，包括我国的长江、黄河等7条亚洲最主要的河流均发源于此。这里的水量是充足的。方案1，如果能将阿尔金山和昆仑山打2个很大的洞，让青藏高原之水流入塔里木盆地，问题直接就解决了。但施工难度好像有点高。方案2，我国的地势被划分为3级阶梯，西北高而东南低。如果借助地势高度差，从青藏高原引雅鲁藏布江南下之水，沿着第1阶梯边缘从东部北上，贯穿长江、黄河，穿越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进入塔里木盆地。我国1、2级阶梯海拔高度差2000到3000米左右，应该是有实现的可能性。这样不光解决了塔里木盆地的问题，还能通过滞留引水进入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直接把我国整体干旱地区缺水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们说这想法靠谱吗？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最近2年，新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居然出现了成片的神秘湖泊。这些湖泊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宛如一条条巨龙，极其震撼。要知道，这可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骆驼见了都要绝望的地方，可如今这些成片的湖泊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茫茫大漠有机会变成塞外江南吗？原来2022年新疆地区出现了10年来最大的降水，塔里木河水量明显增多，漫溢到附近的沙漠中，形成了很多湖泊，像河流一样，场面非常壮观。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高温造成的。高山区冰川积雪融化，导致河流水位上升。有人说了，何不趁此时机用飞机播撒草籽？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否能变成绿洲？答案是否定的。沙漠变成绿洲，并不能靠1、2次暴雨降水来实现，而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依靠现有的塔里木盆地内的水流系统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怎么才能解决塔里木盆地缺水的问题呢？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来看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齐根乡苏木哈纳村。这名字太长了。这里是我国最晚日落的地方，也是我国陆地的最西端。在每年夏至前后，这里晚上10点半才刚刚日落，与我国的沿海省份东部的城市有3、4个小时的时差。这里就是我国最西端的省区新疆，而新疆最西端的城市就是我们熟知的喀什。喀什以西就是我国最西端的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也是中国名字最长的自治州，简称克州。克州有我国最西端的县是乌恰县，乌恰县有我国最西端的乡是吉根乡，吉根乡有最西端的村是斯木哈纳村，也就是我国西极石碑矗立的地方。中国西极石碑在地理位置上，这里并不算祖国的最西端，但这里确实是我们普通人所能抵达的最西端，海拔3000米左右。中国真正的最西端在阿克陶县一座海拔5000米的山上，游客是无法抵达的。来这里需要办理边防证，在喀什很多地方都可以办理。想不想来这里打个卡呢？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这里被称为中国箭乡，他们射箭真的那么厉害吗？今天是他们1年1度的射箭比赛，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真的厉害，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原来锡伯族人又被称为射箭民族、骑射民族。锡伯族人擅长射箭，查布查尔的锡伯族家家有弓箭，人人自由学射箭。重大的节日，他们都要举行赛箭盛会，小小的村庄也会立起木杆，挂上射靶，输家要当中宰羊，请赢家以及众乡亲友好好吃上一顿。锡伯族喜爱射箭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
锡伯族男孩一落地就有弓，锡伯族男女几乎人人都会射箭，这源于他们先祖的生活方式。锡伯族的先祖是东户系的托跋部。早在东汉以前，他们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以畜牧迁徙、狩猎为业，因此锡伯族与弓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甚至于弓箭上寄托着对祖先的崇拜与信仰。清朝将锡伯族编入八旗，锡伯人的射箭技能变成了保家卫国的利器。现在弓箭不再是之前的作用，但锡伯儿女仍然用弓箭在为国争光。据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团体铜牌，其中队员薛海峰就是从察布查尔走出来的锡伯族青年。男子射箭队的总教练郭美珍也是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好了，我不说了，我要去学射箭啦，拜拜。您知道彭加木吗？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1980年他在罗波泊神秘失踪，至今仍未找到他的遗骸。关于彭加木的失踪，网上流传了许多版本。关于双鱼玉佩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但实际上彭加木是我国第一代找假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寻找假盐的工作就已经迅速展开。然而，除了柴达木等地发现一些假盐矿以外，再无突破。直到1964年，39岁的彭加木第一次来到罗波泊外围考察，他惊喜地发现，流入罗波泊的孔雀河、车尔称河和塔利木河这3条河流中，钾含量都是异常高的。他们每年都会把大量的钾元素流入到罗波泊。根据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他得出了一个惊天的结论：罗波泊内每年聚集的钾可能有75万吨。他立马向国家打了报告，申请进一步进入深处考察。在此后不久，中国第一颗遥感卫星东方红1号成功发射。从遥感图上看，罗波泊地区钾元素的放射量极高，也验证了彭加木的猜测。1980年6月，彭加木散探罗波泊，一行11人的考察队艰难地克服高温、干旱、缺水、流沙等难题，向罗波泊内行进了约450公里。1980年6月17日，考察队在库木库杜克附近扎营，此时汽油和水所剩无几。为了解决困难，彭加木留下一张字条，独自外出找水，走向沙漠深处，不幸失踪。彭加木的失踪给罗波泊更添加了几分神秘。此后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对他望而却步，直到16年后，一位女科学家却依然踏上了征途，她就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王米粒。